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夜饭桌上，老婆弟弟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把一碗热汤直接扣在我头上。你这个天天在家打游戏的废物，也配跟我们坐一桌？姐，你什么时候跟这垃圾离婚？我们林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我擦了擦脸上的汤汁，看向我老婆林雨嫣，她皱着眉头，选择了沉默。我笑了，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。喂，刘总，听到了吗？对，他们叫我滚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王磊，28岁，在别人眼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结婚3年来，我从没找过正经工作，每天就在家里打游戏、刷视频，靠老婆养活。今天是除夕，按照惯例要到岳父母家吃年夜饭。我刚踏进门，小舅子林志强就冷笑着迎了上来：“哟，我们的王大少爷来了，今天又穿成这样。”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运动服和拖鞋，确实寒酸了点。妈，他怎么又穿成这样来咱家？林志强大声嚷嚷。大过年的，也不知道收拾自己。岳母从厨房探出头，脸色难看：“雨嫣，你就不能管管他？穿成这样像什么话？”我老婆林雨嫣站在我身后，轻声说道：“妈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就在家里吃饭。”岳父放下报纸，瞪了我一眼：“小强今天把女朋友带回来了，人家女孩子家庭条件那么好，看到咱家有这么个人，怎么想？”林志强得意地搂着身边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：“爸，没事，小雅不会介意的。”那女孩名叫孙雅，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嫌弃：“志强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姐夫？”“对，就是他。”林志强指着我：“3年了，一天班都没上过，就知道在家里打游戏。我们家雨嫣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摊上这么个老公。”岳母一边摆碗筷一边抱怨。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，准备玩会儿游戏缓解尴尬。你看，林志强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吃饭的时候还玩游戏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啪，手机被他摔在地上，屏幕瞬间碎裂。志强，林雨嫣皱眉：“姐，你还护着他？”林志强冷笑：“这种人就得治治。”我弯腰捡起手机，屏幕虽然碎了，但还能用。行了，别闹了。岳父摆摆手：“都坐下吃饭吧。”一桌子人围坐在一起。我夹菜的时候，孙雅突然开口：“志强，你姐夫平时都做什么工作啊？”林志强立马来了精神：“工作？他哪有什么工作？天天在家里打游戏，吃软饭的。”“真的假的？”孙雅一脸震惊：“都这个年纪了，还不工作？”岳母叹了口气：“这孩子就是不上进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“妈！”林雨嫣放下筷子：“王磊他什么？”岳父打断他：“雨嫣，你别老是护着他，3年了，他给这个家带来过什么？除了每个月花你的钱，还会干什么？”我慢慢咀嚼着嘴里的菜，一言不发。这些话我听了3年，早就习惯了。爸，其实王磊他有在找工作，只是……林雨嫣试图解释。找工作？林志强嗤笑：“姐，你别替他找借口了。昨天我经过你们小区，看到他还在楼下网吧里打游戏呢。”这话一出，全桌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。岳母的脸色更难看了：“王磊，你还有脸去网吧？”我抬起头，淡淡的说：“偶尔去玩一下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林志强拍桌而起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不工作不赚钱，还天天去网吧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”“我觉得还好。”“你还好？”岳父也怒了：“王磊，
你到底还要这样下去多久？雨嫣跟着你，图什么？孙雅在一旁小声嘀咕：“这样的男人，我早就离婚了。”林志强听到了，立马附和：“小雅说的对，姐，你趁着年轻，赶紧跟他离婚吧。”离婚？我放下筷子，看向林雨嫣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犹豫了几秒钟，还是没说话。对，离婚。林志强越说越激动，我们林家的女儿凭什么要养这么个废物？他指着我的鼻子：“王磊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3年了，你给我姐买过什么？她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她加班到深夜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除了打游戏还会什么？你除了花她的钱还会什么？”林志强的声音越来越尖锐，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反驳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确实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说话啊！林志强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装哑巴有用吗？我慢慢站起身，走到厨房，拿了条毛巾擦脸。你们继续吃，我去外面透透气。透气？林志强冷笑，是不是觉得丢脸了，想逃跑？我没理他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王磊，林雨嫣突然叫住我：“你去哪里？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楼下走走，不许走。林志强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，伸手拦住我：“今天把话说清楚，你要我说什么？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我姐？”我看着他年轻气盛的脸，突然想笑：如果我不离呢？不离？林志强的眼睛瞪得滚圆。那我就让你离。说着，他端起桌上的汤碗，直接扣在我头上，滚烫的鸡汤从我头顶流下，蒸汽腾腾。志强！林雨嫣惊呼，但林志强没有停手的意思，反而更加得意。王磊，这就是你不知好歹的下场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你主动离婚，要么我让你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。全桌人都愣住了，岳父母虽然脸色不好，但也没有阻止。孙雅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热闹，只有林雨嫣站起身，想要过来帮我擦拭。别过来！我制止了他，然后掏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刘总。电话那头传来恭敬的声音：“王总，新年好，有什么指示吗？”我看着林志强那张得意的脸，缓缓开口：“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”“听到了。”“王总，需要我处理吗？”林志强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：“装，继续装。王磊，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就能唬住我们？”我没理他，继续对着电话说：“3天时间，我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重新坐回餐桌旁，头发上还在滴着汤汁，但我神色如常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林志强站在一旁，脸上的得意渐渐变成了疑惑：“王磊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装神弄鬼的？”我拿起纸巾慢慢擦拭着头发：“没什么，就是通知一下公司，明天开始上班。”“公司？”孙雅嗤笑：“你还有公司？”岳母也皱眉道：“王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撒谎？”我没撒谎。我放下纸巾，看着林志强：“既然你这么着急想知道我的工作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是星辰科技的 CEO。”话音刚落，全桌人都愣住了，然后林志强率先爆发出一阵大笑：“哈哈哈！星辰科技，王磊，你知道星辰科技是什么公司吗？”孙雅也跟着笑。志强，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做游戏的星辰科技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林志强笑得前仰后合，市值上百亿的大公司。王磊，你可真敢吹！岳父摇摇头。王磊，
撒谎要有个度。岳母更是直接：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？只有林雨嫣坐在那里没有说话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。你们不信？我掏出手机，当然不信。林志强走到我面前：王磊，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吗？星辰科技的 CEO 会穿成你这样？会3年不工作？会天天在家打游戏？孙雅补充道。我点开手机里的一个是星辰科技内部的办公系统，屏幕上显示着我的个人信息：王磊 CEO 工号001，看到了吗？我把手机递给林志强，他接过手机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冷笑：这种东西谁不会做？随便找个程序员就能弄出来。说着，他把手机扔还给我。王瑶，你的演技不错，但想骗我没门。我收起手机，没有再争辩。这时门铃突然响了，岳父疑惑地去开门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。请问这里是林先生家吗？来人恭敬地询问。是的，您是？岳父愣住了。我是星辰科技的副总裁刘建国，特地来给王总拜年的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客厅鸦雀无声，林志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刘建国走进屋子，一眼就看到了我，立刻快步上前：王总，新年好。他微微弯腰：不好意思来晚了，路上有些堵车。我点点头：刘总辛苦了。刘建国这才注意到我头发湿漉漉的样子，眉头微皱：王总，您这是？没事，刚才不小心洒了点汤。我淡淡说道。林志强站在那里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岳父母更是惊得目瞪口呆。刘建国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：王总，这是您要的公司年度财报，营收同比增长了 45%， 净利润突破了12亿。另外，那个新项目的投资方已经确认，30亿的资金下周就会到账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像雷声一样在客厅里回荡。孙雅的脸色惨白，紧紧抓着林志强的手臂。还有一件事，刘建国继续说道，刚才您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个人，需要我们配合处理吗？我摆摆手：不用，我自己处理就行。刘建国点头：那我就不打扰您的家庭聚会了，这些礼品是给各位长辈的新年礼物。说着，他把礼品袋放在茶几上，再次对我弯腰：王总，新年快乐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请随时联系我。等刘建国离开后，客厅里依然静得可怕。林志强瘫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岳父母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孙雅偷偷打量着我，眼神里的嫌弃早已不见踪影。林雨嫣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道：王磊，我什么？我看着他：你真的是星辰科技的 CEO？ 如假包换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林志强面前，他抬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恐惧。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语气平静：3天时间，让我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。林志强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还有，你说我除了打游戏还会什么？我掏出手机，点开一个文件夹，这是我们公司去年开发的几款游戏，全球下载量超过5亿次。我每天在家打游戏，其实是在测试产品，优化用户体验。林志强的脸更白了。至于你说我不给你姐买东西，我转头看向林雨嫣：雨嫣，你身上那条项链是谁给你买的？林雨嫣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钻石项链：是你。
多少钱？120万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全场再次陷入死寂。120万的项链，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还有你手上的戒指，我继续说道。林雨嫣看了看手上的钻戒，80万，还有车库里那辆玛莎拉蒂，300万。每说出一个数字，林志强的脸色就难看一分，岳父岳母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废物吗？我看着林志强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王磊，岳父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你真的是星辰科技的 CEO？ 爸，需要我证明什么吗？岳父连忙摆手，不用不用，刘总都来了，还能有假？岳母也急忙站起身。磊磊，你看我们眼拙了，眼拙了。他转头瞪了林志强一眼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能这样对你姐夫？林志强委屈地看着母亲，妈，你什么你？岳母气得发抖，赶紧给你姐夫道歉，对不起。林志强的声音小得像蚊子，我摆摆手，算了，不用道歉。然后看向孙雅，孙小姐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这样的男人你早就离婚了。孙雅的脸刷得红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林志强急了，小雅，你别听他的。志强，孙雅打断他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就要走。小雅，林志强想要追上去，让他走吧。我淡淡说道，追一个看不起你的人没意思。林志强愣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孙雅离开。孙雅走后，客厅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尴尬。岳父岳母不停地给我夹菜，态度和之前判若两人。磊磊，你看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。岳母满脸堆笑，是啊是啊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呢？岳父也陪着笑脸。我默默吃着菜，没有回应。林志强坐在旁边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刚才还趾高气昂的他，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磊磊，你们公司还招人吗？岳父突然问道。爸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小强这孩子大学毕业2年了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岳父看了林志强一眼，你看能不能帮帮忙？林志强猛地抬起头，爸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？岳母瞪了他一眼，你姐夫的公司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。就是，岳父也教训道，星辰科技在行业里多有名，你知道吗？林志强咬着牙，我就是不去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，为什么不去？林志强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。其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刚才他那样羞辱我，现在让他到我的公司上班，他拉不下这个脸。算了，我淡淡说道，他不愿意就算了。磊磊，你别跟这孩子一般见识。岳母急了，小强，你快给你姐夫道歉。林志强涨红了脸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，对不起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这话让林志强的脸更红了。岳父急忙打圆场，磊磊，小强还年轻，不懂事。爸，我知道。我打断他，但是有些话说出口了，就说不回来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林志强面前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要让我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。林志强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我继续说道，你们不是觉得我配不上雨嫣吗？那我们就比比。比什么？林志强抬起头，比事业，比能力，比谁更有资格保护这个家。林志强愣住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掏出手机，给你1个月时间，如果你能找到月薪过万的工作，我就主动离开雨嫣。如果你找不到，我顿了顿，
以后在我面前给我老实点。林志强的眼睛亮了，真的，当然，好。他一拍桌子，一言为定。岳父岳母面面相觑，都觉得这个赌约有些荒谬。林雨嫣皱着眉头：王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证明自己。我淡淡说道。其实我这样做有我的考虑。林志强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，但毕业2年了，一直高不成低不就。以他的学历和能力，想找个月薪过万的工作谈何容易。1个月后，他自然会知道现实的残酷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等着看结果吧。岳父说道。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公司财务总监打来的。王总，不好意思打扰您。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。有个紧急情况需要汇报。什么事？今天下午有家投资公司突然撤资了，涉及金额8000万。我皱了皱眉。什么公司？恒大投资。听说是他们老板的儿子得罪了什么人，现在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。恒大投资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志强之前提过。他女朋友孙雅的父亲就是在恒大投资工作，难道是巧合？王总，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财务总监问道。先观望一下，看看情况再说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发现林志强正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我问道。没什么。他摇摇头，只是觉得刚才那个电话……怎么？没事。林志强垂下头。我去洗个脸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若有所思。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小。刚才孙雅突然离开，现在恒大投资又出了问题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今天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林雨嫣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道：王磊，谢谢你没有跟志强计较。我为什么要计较？我看着他，他只是个孩子，可是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但行动是做给自己看的。我打断他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在乎自己做了什么。林雨嫣愣了一下，眼神有些复杂。王磊，这3年来，我是不是误会你了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那你觉得呢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道：我觉得我可能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岳父岳母对我的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，从之前的冷嘲热讽变成了嘘寒问暖。磊磊，公司忙不忙？要不要我给你炖点汤？岳母每天都要问好几遍。儿子，你看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吗？岳父也是满脸殷勤。林志强这几天倒是老实了很多，每天早出晚归的找工作，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书房处理公司的事务，林雨嫣敲门进来了。王磊，我们聊聊吧。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。聊什么？我没有抬头，继续看着电脑屏幕。聊我们。我这才放下鼠标，看向他。我们有什么好聊的？王磊，这3年来，我是不是很失败？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以为我很了解你，以为你就是个不求上进的人。他的眼眶有些红。可是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的声音颤抖着。为什么要让我误会你这么久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相信吗？我反问道。他愣了一下。确实，如果没有今天的事情，即使我告诉他我是星辰科技的 CEO， 他也不会相信。那你为什么要隐瞒？他继续问道。因为我想看看，你到底爱的是我这个人，
还是我的身份？我平静地说道。这话让他彻底愣住了。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？我继续说道。林雨嫣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确实，这3年来，她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这个人。她爱的是她以为的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弱者，而不是真正的我。王磊，他想要解释什么？不用解释，我打断他。婚姻就是这样，没有对错，只有合适不合适。那我们继续过我们的日子。我重新转向电脑，只是从今以后，我们都做回真正的自己。林雨嫣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起身离开了书房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刘建国的电话。王总，有个情况需要向您汇报。什么情况？昨天恒大投资的老总孙建华来找我们了，想要重新合作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是说他们资金链出了问题吗？是的，但据我了解，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，现在想通过我们的关系化解。得罪了什么人？我想起了孙雅，她不就是孙建华的女儿吗？难道她回去跟父亲说了什么？王总，您看我们要不要见见他？刘建国问道。先不见，我说道，你去查查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小，很多事情看似无关，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中午的时候，林志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又被拒绝了？我问道。他点点头。第8家了，都说我缺乏工作经验，月薪过万的工作确实不好找。我淡淡说道。姐夫，他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就说。我想问问，那天孙雅离开后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我挑了挑眉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昨天我听说他爸的公司出事了，而且他顿了顿，而且孙雅今天联系我了。他说什么？他想通过我，让你帮帮他爸。林志强的脸色很复杂。姐夫，真的是你做的吗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。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。他摇摇头。但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这样巧的事情。这时，林雨嫣从厨房走了出来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站起身，我去公司一趟。王磊。林雨嫣叫住我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我做你爱吃的红烧肉。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。有些事情一旦开始，就很难结束，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到了公司，刘建国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。王总，恒大投资的情况我查清楚了。他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我接过来看了看，眉头渐渐皱了起来。原来如此，我放下文件，看来这个孙建华确实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那我们要不要帮他？刘建国问道。帮他？我冷笑一声。他女儿看不起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？那告诉他，想要我们的帮助可以，但要有诚意。什么诚意？让他女儿亲自来道歉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而且是跪着道歉。刘建国愣了一下。王总，这样会不会什么？我看着他，他当初羞辱我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现在出了事，就想着求我帮忙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刘建国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，王总，去办吧。我挥挥手，记住，一定要让他跪着道歉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开会，秘书突然敲门进来。王总，楼下有个女孩说要见您，说是您吩咐的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点点头，让她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孙雅跟着秘书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眼圈发红，显然哭过。王总，他站在门口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进来吧。我没有抬头，继续处理着手头的文件。孙雅走到我的办公桌前，犹豫了几秒钟，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王总，求您救救我吧！我这才抬起头，看着跪在地上的他。此刻的孙雅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趾高气昂，整个人看起来无比狼狈。起来说话吧，我淡淡说道。不，我不起来。他摇着头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除非您答应帮我爸。为什么要我帮你爸？我放下手中的笔，我跟他很熟吗？王总，我知道错了。孙雅哭得更厉害了。那天我不该那样说话，不该看不起您。哦，我靠在椅背上。你那天说什么来着？让我想想。你说这样的男人你早就离婚了，是吧？孙雅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还说什么来着？我继续说道。哦，对了，你还问志强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工作？当时你的表情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孙雅跪在那里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王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知道错了。我冷笑一声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会知道错吗？如果我真的没有能力帮你爸，你还会跪在这里吗？孙雅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，她不但不会道歉，反而会更加看不起我。王总，不管怎么说，求您救救我爸。他重重地磕了个头。我愿意做任何事。任何事？我挑了挑眉。对，任何事。我拿起桌上的文件夹，递给他。那你先看看这个。孙雅接过文件夹，翻开一看，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。文件夹里是恒大投资这些年的所有违规操作记录，包括偷税漏税、行贿受贿等等，这些都是你爸做的。我平静地说道。现在有人要整他，我为什么要救一个满身污点的人？孙雅看着文件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王总，我爸他什么？我打断他。你爸这些年赚的钱，哪一分是干净的？现在出了事，你们就想起来求人了？早干什么去了？孙雅彻底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林志强急匆匆地冲了进来。姐夫，你别为难小雅了。他看到跪在地上的孙雅，心疼得不得了。为难他？我看着林志强，是他自己要跪的，我可没逼他。姐夫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的面子。我冷笑。你有什么面子？那天他羞辱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不是也跟着一起嘲笑我吗？林志强的脸一下子红了。现在他有困难了，你就跑来求我。我继续说道。林志强，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面子？林志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还有1个月时间。我看着他，你还是想想怎么找到月薪过万的工作吧。如果找不到，你就给我老实点。说完，我起身朝门口走去。王总，孙雅在后面喊道，您到底要怎样才肯帮我爸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。很简单，你爸亲自来跪求我，而且是在我家门口跪3天3夜。如果他做得到，我就考虑帮他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。身后传来孙雅的哭声，但我没有一丝同情。有些人就是贱，你对他好的时候，他不珍惜，只有他遇到困难了，才知道求你。这种人不值得同情。回到家里，林雨嫣正在厨房忙碌。回来了。她回头看了我一眼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公司有点事。我在餐桌旁坐下。什么事？我把今天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林雨嫣听完后皱了皱眉。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我看着他，他当初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过分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打断他。
就因为他现在遇到困难了，就要我同情他？凭什么？林雨嫣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有说话。这时，林志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姐夫，他站在客厅里，脸色很难看。怎么了？林雨嫣问道。小雅她……林志强看了我一眼，他爸可能要完蛋了。什么意思？有人举报了恒大投资的违法行为，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了。如果情况属实，他爸可能要坐牢。林雨嫣惊讶地看向我。王磊，是你举报的？不是我。我摇摇头，但我知道是谁。谁？一个被孙建华得罪的人。我淡淡说道，这个人的能量很大，孙建华惹不起。那你能帮忙吗？林志强急切地问道。能。我点点头。但我为什么要帮？因为……林志强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理由。确实，我没有任何义务帮助一个曾经羞辱过我的人。姐夫，我求你了。林志强突然跪了下来，就当是我欠你的，以后我做牛做马报答你。看着跪在地上的林志强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小舅子，现在也为了一个女人跪在我面前。起来吧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可以帮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林志强急忙问道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到我公司上班，底薪3000，没有提成，没有奖金，干不干？林志强愣了一下，这不愿意就算了。我摆摆手，愿意。林志强急忙点头，我愿意。看着他急切的样子，我心中暗笑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连自尊都可以不要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林志强来到了公司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。我对他说道。记住，在公司里，我是你老板，不是你姐夫，明白？林志强点点头。我把他交给人事部门，让他们安排具体的工作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李哥，是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王磊，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这个李哥叫李建军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在相关部门工作，职位不低。李哥，有个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说吧。恒大投资的案子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？恒大投资？李建军愣了一下，这案子是上面直接交代的，我也没办法。李哥，我知道这事不好办，但……王磊，不是我不帮你。李建军打断我，这个孙建华得罪的人，我也惹不起。是谁？陈家的人。陈家？我皱了皱眉。陈家在这个城市确实是顶级豪门，连我们林家都要让3分，怎么得罪陈家了？我问道。听说是他女儿得罪了陈家的小少爷。李建军说道。你也知道陈少的脾气，睚眦必报。陈少，那不就是陈浩吗？我和陈浩从小就认识，关系还算不错。难道孙雅还得罪过陈浩？李哥，这样吧，我去找陈浩聊聊。你认识陈浩？李建军有些惊讶。从小就认识，那就好办了。李建军松了口气。如果陈浩不追究，这事就好办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又拨通了陈浩的号码。王磊，陈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。稀客啊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浩哥，有点事想找你。什么事？说吧。恒大投资的孙建华，是不是得罪你了？孙建华，陈浩想了想。哦，你说那个老东西啊，他是怎么得罪你的？不是他得罪我，是他女儿。陈浩的语气变冷了。那个女人看不起我，说我配不上她。我有些意外。陈浩什么时候追过孙雅？浩哥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，放他一马？放他一马？陈浩冷笑。王磊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爱心了？
不是爱心，是有人求我帮忙。谁求你？我小舅子。你小舅子？陈浩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。王磊，你不会是被你小舅子给坑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小舅子和孙雅是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吗？我皱了皱眉，他们在交往。交往？陈浩笑得更厉害了。王磊，你被蒙在鼓里了。那个孙雅根本就没把你小舅子当回事，他只是在利用他而已。他的目标一直是我，想通过接近你小舅子来接近你，然后通过你来接近我。结果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有本事，直接把他爸给搞了。我听完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孙雅会主动跟林志强交往，原来是有目的的。而林志强这个傻子，还以为人家真的喜欢他。浩哥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问道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放他一马。陈浩说道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那个孙雅亲自来给我道歉，而且要当着他父亲的面。如果他做得到，我就既往不咎。我想了想，行，我答应你。那就这样，等他来道歉了，你请我吃饭。没问题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小，所有的事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孙雅为了接近陈浩，利用了林志强，结果没想到会因此得罪我，间接得罪了陈浩。现在他想要救他父亲，就必须向陈浩道歉，而陈浩要他道歉，也是因为他之前拒绝了他，这就叫报应。中午的时候，林志强来到我的办公室。姐夫，小雅的事有眉目了。我打断他，但需要他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向陈浩道歉。陈浩？林志强愣了一下，他是谁？陈家的少爷，也是这次举报他父亲的人。林志强的脸色变了。为什么陈少要举报他爸？因为孙雅拒绝了他的追求。我淡淡说道。什么？林志强震惊了。陈少追过小雅，不只是追过，而且被拒绝了。我看着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陈少吗？林志强摇摇头，因为他的目标是我。什么？林志强更加震惊。他接近你，只是为了接近我。我继续说道，然后想通过我来接近陈浩，结果计划失败了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报应。林志强站在那里，脸色变得煞白。你是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？你觉得呢？我反问道。林志强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苦笑一声。我应该早就想到的，像她那样的女人，怎么可能真的喜欢我这种人？看着她失落的样子，我心中有些不忍，但有些事情该知道的还是要知道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我说道。他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。可是，林志强抬起头，姐夫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帮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他。他的声音很坚定，即使他不爱我，即使他利用我，我还是爱他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就是爱情吗？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，明知道自己被利用，还是要义无反顾的付出。你确定？我问道。确定。那好吧。我拿起电话，我现在就联系孙雅，告诉她怎么做。林志强听到这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谢谢，姐夫，别急着谢我。我看着他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你。我知道。拨通孙雅的电话，我直接说道，想救你爸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王总，您说去找陈浩，当着你父亲的面向他道歉。陈浩，孙雅的声音颤抖了。为什么要向他道歉？因为他就是举报你父亲的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孙雅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继续说道，做不做你自己决定。我做。那就今天晚上7点，陈家。
不要让我等太久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向林志强，事情安排好了，结果怎么样，就看他的诚意了。林志强点点头，谢谢姐夫，不用谢我。我站起身，回去工作吧，这是你第一天上班。看着林志强离开的背影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有时候，爱情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它能让人变得伟大，也能让人变得愚蠢。而林志强显然属于后者。晚上7点，我准时出现在陈家的豪宅里。这里我从小就很熟悉，陈浩的父亲陈董事长和我父亲是多年的朋友。王磊，你来了。陈浩亲自迎接我，好久不见啊，浩哥。确实好久不见，我们拥抱了一下。那个女人来了吗？我问道。来了，在客厅等着呢。陈浩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他爸也来了。我们走进客厅，只见孙雅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。中年男人就是孙建华，看起来很憔悴，显然这几天被事情折腾得不轻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孙雅急忙站起身。陈少，王总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孙建华也跟着站起来，满脸谄媚。陈少，王总，谢谢您们给我这个机会。陈浩在主位坐下，我坐在他旁边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陈浩冷冷地看着孙雅，你知道要做什么吧？孙雅咬了咬唇，点点头，然后他慢慢跪了下来。陈少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拒绝您，不该说那些话，求您原谅我吧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孙建华看到女儿跪下，也跟着跪了下来。陈少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看着父女俩跪在地上的样子，陈浩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孙雅，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拒绝我的吗？他缓缓开口。孙雅的脸色更白了。陈少，你说什么来着？陈浩打断他，你说我这种纨绔子弟配不上你，你说你要找的是真正有能力的男人，你还说像我这样只会花父母钱的废物，你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每说一句，孙雅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现在怎么样？陈浩冷笑，你找到那个有能力的男人了吗？孙雅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陈少，都是我女儿年轻不懂事。孙建华急忙说道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闭嘴！陈浩冷喝一声，我在跟你女儿说话。孙建华吓得立刻闭上了嘴。孙雅，你知道什么叫报应吗？陈浩继续说道，你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，现在呢？现在是你跪在我面前求我，这就是报应。孙雅跪在那里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陈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原谅我，原谅你。陈浩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凭什么？就凭你现在跪在这里哭几声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这话我听着很熟悉，就是前几天我对林志强说的。看来陈浩也听说了那天的事情。陈少，求您了。孙雅重重地磕了个头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。任何事？陈浩挑了挑眉，对，任何事。陈浩回到座位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孙雅急忙抬起头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到我公司上班。陈浩慢慢说道，职位是清洁工，月薪3000，如果你能坚持1年不离职，我就原谅你。孙雅愣住了，清洁工？怎么不愿意？陈浩冷笑，堂堂大学生，觉得做清洁工丢人？不是。孙雅急忙摇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做任何工作。那就这么定了。陈浩拍拍手，明天早上8点到公司报到，迟到1分钟就别来了。谢谢陈少，谢谢陈少。孙雅和孙建华
不停地磕头。行了，滚吧。陈浩挥挥手，看到你们就烦。父女俩如蒙大赦，急忙离开了陈家。等他们走后，陈浩笑着对我说：“王磊，这招够狠的吧？”确实够狠。我点点头。让一个大学生去做清洁工，还要坚持1年，谁让他当初看不起我的？陈浩冷笑：“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不过浩哥，你真的会放过他吧？”当然会。陈浩点点头。我陈浩说话算数，只要他能坚持做满1年清洁工，我就撤销对他爸的举报。可是我看着他，万一他坚持不了呢？坚持不了。陈浩哈哈大笑：“那就别怪我了，到时候他爸该坐牢还得坐牢。”看着陈浩得意的样子，我心中有些复杂。其实我知道，以孙雅的性格，她很难坚持做满1年清洁工，到时候她还是逃不了这个报应。对了，王磊，陈浩突然说道：“你小舅子怎么样？还在为这个女人着急吗？”他今天到我公司上班了。我说道：“底薪3000，没有任何福利。”哈哈，你也够狠的。陈浩笑道：“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看清楚那个女人的真面目。”是啊，我点点头。有些事情不亲身经历是不会明白的。从陈家出来，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回到家里，林雨嫣正在客厅看电视。回来了。事情怎么样？他关心地问道。解决了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不过代价有点大。什么代价？我把今天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林雨嫣听完后皱了皱眉，让一个大学生去做清洁工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我看着他，他当初拒绝陈浩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过分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打断他。就因为他现在遇到困难了，就要别人同情他。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林雨嫣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有说话。这时，林志强回来了。姐夫，小雅的事。他刚开口就被我打断了。解决了，我简单的说道。他爸不会有事。真的？林志强兴奋地问道。真的，太好了。林志强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姐夫，谢谢你。别高兴得太早。我泼了他一盆冷水。代价很大。什么代价？我把陈浩的条件说了一遍。林志强听完后脸色变了。1年的清洁工？对，这……林志强有些犹豫。小雅她能坚持得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反问道。林志强沉默了。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孙雅的性格，知道她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让她做1年清洁工确实很难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现在他爸暂时安全了。我说道。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。林志强点点头，但眼中还是有些担忧。看着他担心的样子，我心中暗叹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，还是要为对方付出一切。这是愚蠢还是伟大？我也说不清楚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林志强一起到了公司。刚到办公室，秘书就汇报说陈浩的公司来了电话。王总，陈少让我转告您，那个女孩没来上班。我皱了皱眉。没来？是的，今天是第1天，她就没来。我看了看林志强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我知道了，我对秘书说道。你去忙吧。等秘书离开后，林志强急忙问道。姐夫，小雅为什么没去上班？你问我？我问谁？我冷冷地说道。可能是觉得做清洁工丢人吧。不会的。林志强摇头。小雅不是那种人。不是那种人。我冷笑。那她为什么不去？林志强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理由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陈浩打来的。王磊，你的朋友很有个性啊。陈浩的声音里带着怒意。怎么了？第1天就不来上班？
还让他爸给我打电话，说什么女儿身体不舒服。你觉得我会信这种鬼话吗？我看了看林志强，他正紧张地听着。浩哥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陈浩冷笑。王磊，你觉得我陈浩的话是儿戏吗？不是，只是。没有只是。陈浩打断我，我说过，迟到1分钟就别来了。既然他不来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浩哥，等等。但陈浩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林志强急忙问道：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孙雅没去上班。我平静地说道，所以协议作废。什么？林志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那他爸还是会被追究责任。林志强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小雅。他突然站起身，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。随你便。我没有阻止他，有些事情必须让他亲眼看到，才会彻底死心。林志强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。1个小时后，他回来了，脸色比走的时候更难看。怎么样？我问道。小雅说，她说不能做那种工作。林志强的声音很小，他说那样太丢人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问我，能不能让你再想想别的办法？我冷笑一声，别的办法？他以为我是万能的。姐夫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林志强祈求地看着我。有。我点点头。什么办法？他的眼睛亮了。让她嫁给陈浩。什么？林志强愣住了。陈浩说了，如果她愿意嫁给他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我淡淡说道。当然，这是我编的，但我知道以陈浩的性格，如果孙雅真的愿意嫁给他，他肯定会同意。林志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他愿意吗？他声音颤抖地问道。你觉得呢？我反问道。为了救他爸，他愿意做任何事，不是吗？林志强站在那里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孙雅打来的。我看了看林志强，按下了免提。王总，孙雅的声音传了出来。什么事？关于清洁工的事。能不能换个条件？换什么条件？我可以到您的公司上班，工资低一点没关系，但能不能不做清洁工？听到这话，林志强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冷冷说道，要么做清洁工，要么嫁给陈浩。嫁给陈浩？孙雅的声音颤抖了。对，这是他提出的新条件。我继续编着，如果你愿意嫁给他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孙雅，考虑清楚。我继续说道，陈浩虽然脾气不好，但家世好，嫁给他你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我需要考虑考虑。那你慢慢考虑吧。我说道，不过时间不多了，你爸的案子随时可能有进展。挂断电话后，林志强瘫坐在椅子上。姐夫，他会选择嫁给陈浩吗？他的声音很小。你觉得呢？林志强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苦笑一声，会的。为了他爸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包括嫁给一个他不爱的人。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中有些不忍，但有些事情不经历痛苦是学不会的。林志强，我说道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什么？明白什么叫现实。我看着他，他可以为了他爸牺牲一切，包括嫁给不爱的人，但他不愿意为了你做一丁点牺牲，这就是差别。林志强的眼圈红了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幸福，即使这个幸福不包括我。看着他痛苦而坚强的样子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就是单恋的残酷吧？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，还是希望对方能够幸福。林志强，我突然说道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资涨到8000。为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眼中有些惊讶。
没什么特别的理由。我淡淡说道，就是觉得你长大了。林志强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谢谢，姐夫。别叫我姐夫，我说道，在公司里叫我王总。是，王总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心中暗叹，有些人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成长，而林志强显然已经开始成长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孙雅又打来了电话，这次她的语气很坚决。王总，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愿意嫁给陈浩。林志强听到这话，身体猛地一震。你确定？我问道。确定。孙雅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很坚决。为了我爸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那好，我联系陈浩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向林志强，他坐在那里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林志强，我叫了他一声王总，他机械的回应。现在你死心了吗？他点点头，死心了。那就好。我站起身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忘记那个不值得的女人。林志强又点了点头，我会的，王总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知道他是真的死心了。有时候，死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，而林志强显然拥有这种勇气。1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接到了陈浩的电话。王磊，你猜怎么着？陈浩的声音里带着得意。怎么了？那个孙雅跑了。跑了？我有些意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晚上。陈浩冷笑。订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，他跑了，留了封信，说什么对不起，不能为了利益结婚。我皱了皱眉。他跑哪里去了？不知道，可能出国了吧。陈浩的语气很轻松，不过无所谓。我本来也不是真的想娶她，只是想玩玩她而已。那他爸该怎么处理还怎么处理。陈浩冷冷说道，既然他不守约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孙雅跑了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。看来这个女人虽然虚荣，但还没有完全泯灭良知，至少在最后关头，她选择了逃避，而不是为了利益出卖自己。这时，林志强敲门进来了。王总，有客户要见您。他的脸色有些异常。什么客户？孙建华。我挑了挑眉，让他进来吧。几分钟后，孙建华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，他看起来更加憔悴了，头发也白了许多。王总，他在我面前坐下，声音沙哑。孙先生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想请您帮个忙。孙建华的眼圈红了。我女儿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昨天晚上，她突然离开了，什么都没带，只留了封信。孙建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，我接过来看了看，信很短，大致内容就是说他不能为了利益结婚，对不起父亲，希望父亲能够原谅他。王总，您能力大，人脉广，能不能帮我找找他？孙建华祈求地看着我。孙先生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放下信，平静地问道。孙建华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理由。确实，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帮他。王总，求您了。孙建华突然跪了下来。不管他做过什么错事，她都是我女儿，我不能失去她。看着跪在地上的老人，我心中有些复杂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不管孙雅做过什么，在父亲眼中，她永远都是最珍贵的女儿。起来吧。我叹了口气。我可以帮你找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孙建华急忙问道。你必须承认自己这些年的所有违法行为，主动配合调查。孙建华愣住了。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你的罪责。我继续说道。而且我保证，只要你配合，最多判3年。3年出来后，你还有机会和女儿团聚。
如果你继续抵抗，可能就是10年8年了。孙建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，我答应。那好，我这就联系相关部门。我拿起电话，至于你女儿，我会派人找的。谢谢王总，谢谢您。孙建华不停地磕头。等孙建华离开后，林志强走了进来。王总，您真的要帮他找孙雅吗？当然要找。我点点头，不过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你，为了我。林志强有些意外，有些事情需要有个结束。我看着他，你和他的事也需要有个结束。林志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头，我明白了。3天后，我们找到了孙雅，她在一个小城市的咖啡厅里打工，化了名，剪短了头发，看起来很憔悴。林志强要求亲自去接她回来，我同意了。2天后，林志强带着孙雅回来了。孙雅看起来比离开时更瘦了，眼中满是疲惫和恐惧。王总，他站在我面前，声音很小，坐吧。我指了指椅子，他坐下后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为什么要跑？我直接问道。我不能那样做。他的声音颤抖着，不能为了利益出卖自己。哦，我挑了挑眉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底线了，早干什么去了。孙雅低着头不说话。不过你这次做得对。我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至少证明你还有一点良知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有些惊讶，但是我的语气又变冷了。你爸的事情还是要处理，他已经同意配合调查了，大概要判3年。孙雅的脸色瞬间变白。3年已经很轻了，我淡淡说道。如果不是我帮忙，可能是10年。谢谢王总。他的声音更小了。不用谢我。我看向林志强，要谢就谢他吧，如果不是他求我，我不会管这些闲事。孙雅看向林志强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志强，谢谢你。林志强摇摇头，不用谢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为什么？孙雅有些不解。我那样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因为我爱你。林志强的回答很简单，虽然你不爱我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。孙雅的眼圈红了。志强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林志强继续说道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孙雅彻底哭了出来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有时候放手比拥有更需要勇气，而林志强已经学会了放手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说道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说说未来。我看向孙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他擦了擦眼泪。我爸要坐牢3年，我一个人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工作。我打断他，在我的公司做普通员工，月薪5000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好好工作，不许再搞那些歪门邪道。我严肃地说道，如果被我发现你又在算计什么，立刻滚蛋。孙雅急忙点头，我保证，我不会了。那就这样吧。我站起身。林志强，带他去人事部办手续。是，王总。等他们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心情复杂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复杂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也有自己的选择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给那些真心悔改的人一个机会。至于他们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就看他们自己了。半年后，公司的年会上，我站在台上发表讲话，台下坐着公司的所有员工，包括林志强和孙雅。过去的1年，我们公司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我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，这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表扬几个人。
我的目光扫过台下，最后落在林志强身上。林志强，上台来。林志强有些意外，但还是走上了台。这位是我们市场部的优秀员工，我对着台下说道。半年来，他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。今天，我宣布提升他为市场部副总监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林志强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谢谢王总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继续努力。回到台下后，坐在孙雅旁边的林志强显得很兴奋。恭喜你，孙雅轻声说道。谢谢。林志强的脸上有些红。这半年来，林志强变化很大，不再是之前那个冲动的年轻人，变得稳重了许多，工作上也很努力，业绩一直很出色。而孙雅也在慢慢改变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傲，变得低调了许多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和同事关系也处得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和林志强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，从最初的愧疚和感激，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年会结束后，我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这时，林志强敲门进来了。王总，谢谢您今天的提升，他很认真地说道。这是你努力的结果。我头也不抬地说道。不用谢我。王总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您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林志强问道。我是说，我和小雅都得罪过您，为什么您还要给我们机会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他。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真话，真话就是，我看你们顺眼。我淡淡说道。虽然你们都做过错事，但你们都有悔改的心，这就够了。林志强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一件事。林志强有些犹豫。关于小雅，你们的事不用跟我汇报。我打断他，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知道怎么处理。林志强的脸更红了。王总，您看出来了？看出什么了？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我和小雅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在一起了。林志强终于说了出来。上个月开始的。我挑了挑眉。恭喜，谢谢王总。林志强笑得很灿烂。小雅说，她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。哦，她说，以前她追求的都是虚假的东西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相互支持，相互包容，就像我对她做的那样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有些感慨。有些人需要经历风雨才能看清真相，孙雅显然就是这样的人。那就好，我说道，珍惜彼此吧。我们会的。林志强点点头。王总，我们准备下个月结婚。这么快？对，小雅说不想再等了。林志强的脸上满是幸福，他说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那恭喜你们。我伸出手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用了，我们想简单办一下就行。林志强握着我的手。不过王总，您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一定。等林志强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这大半年来发生的事情，就像一场梦一样，从最初的冲突，到后来的和解，再到现在的结局，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。林志强学会了什么叫责任和担当，孙雅学会了什么叫谦逊和真诚，就连我自己也学会了什么叫宽容和理解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林雨嫣打来的。王磊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马上就回去。我收拾好东西，今天有点事耽搁了。什么事这么重要？志强要结婚了。真的？林雨嫣的声音里满是惊喜。和谁？孙雅。之前那个女孩。对，他们怎么又在一起了？说来话长，我走出办公室，回去再跟你细说。
回到家里，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林雨嫣。她听完后感慨地说：“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。”是啊，我点点头。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。王磊，林雨嫣突然说道：“我觉得你变了。”哪里变了？变得更加成熟了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。以前的你虽然很优秀，但总给人一种距离感。现在的你让人觉得更真实，更有温度。我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吧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人情世故，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珍惜当下。林雨嫣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。王磊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因为我之前的误解而怪我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也谢谢你给了我重新了解你的机会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温柔地说：夫妻之间不需要说谢谢，我们相伴一生，一起成长，这就够了。林雨嫣点点头，眼中盈满了泪水，但这次的眼泪不是委屈，而是幸福。1个月后，林志强和孙雅的婚礼如期举行，虽然简单，但很温馨。在婚礼上，孙雅对着所有人说：我曾经是个很虚荣的人，追求过很多虚假的东西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很简单，就是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然后好好珍惜。志强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也谢谢王总给了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看着台上相拥的新人，我心中满是感慨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改正的机会。能够给别人第2次机会的人，也是在给自己机会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会变得更好。婚礼结束后，新郎新娘来敬酒。王总，谢谢您成全了我们。林志强举起酒杯。不用谢我，我也举起酒杯。是你们自己成全了自己，我只是给了你们一个机会而已。能够把握住机会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我们碰杯，一饮而尽。这时，孙雅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王总，谢谢您，如果没有您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起来吧。我扶起他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从今以后好好生活。孙雅点点头，眼中满是感激。看着她真诚的样子，我知道她是真的变了，从一个虚荣浮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懂得感恩的女人。这就是成长的力量。夜深了，婚礼也结束了，我和林雨嫣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王磊，你说他们会幸福吗？林雨嫣问道。会的，我肯定地说道。经历过风雨的感情才更珍贵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会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，因为我们也经历过风雨，也学会了珍惜彼此。林雨嫣笑了，笑得很甜，在路灯的照耀下，她的笑容格外美丽。这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不管是那些冲突，那些误解，还是那些眼泪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。这就是生活，充满了起起伏伏，但最终都会归于平静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学会成长，学会宽容，学会珍惜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些，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够克服；不管犯过什么错误，都能够改正。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，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2次机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